大家好，我是王毅，土生土长的中国女生，平时喜欢和不同国家的朋友交流，特别懂中文学习者的小烦恼。大家好，我是浩然，和王毅一样，从小就在中文环境里生活，见过太多因为客套话闹出来的小误会。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，绝对是很多学中文朋友的大难题，甚至不少人因为搞不懂，还闹过尴尬的笑话。真的不夸张，不管你学中文多久，只要和中国人打交道，大概率都会碰到这种困惑。别人跟你说的话，到底是客气一下，还是真心这么想？尤其是邀请这件事，简直是中文社交里的小陷阱。你以为人家真心请你吃饭，高高兴兴答应了，结果对方压根儿没下文。你以为人家只是客气，委婉拒绝了，转头又发现人家是真的想请你。可不是嘛，这种误会不仅让人尴尬，有时候还会影响和朋友、同事的关系，甚至让人对中文交流产生恐惧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专门拆解中国人的客套话，重点教大家怎么分清客气的邀请和真心的邀请。全程用简单的中文慢慢说，讲明白，保证你听完就能用，以后再也不踩坑，不闹笑话。首先，我们得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中国人说的客套话。浩然，你觉得客套话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？我觉得客套话就是一种礼貌用语，不是真实想法的直接表达，主要是为了让场面更和谐，让双方都觉得舒服，是一种社交习惯。说得特别准。客套话不是撒谎，也不是故意欺骗，而是中国人长期形成的社交方式。比如见面的时候问吃了吗？你以为他要请你吃饭吗？肯定不是，这句话其实和你好差不多，就是打招呼的意思。不管你吃没吃，都可以简单回应，吃了或者还没呢，不用详细解释。对，尤其是在陌生人或者不太熟悉的人之间，客套话用的特别多。比如你去别人家做客，主人一定会说别客气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。这句话就是典型的客套话，你可不能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随便拿、随便用，还是要保持基本的礼貌，遵守主人家的习惯。还有一种情况特别常见，别人帮了你一个小忙，你感激的时候会说太谢谢你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这句话大多时候就是客套，只是想表达感谢，不是真的要安排饭局。没错，而且客套话和中国的文化密切相关。中国人讲究谦虚、客气，不喜欢太直接，很多想法都会绕着说，不会直白表达。所以对中文学习者来说，光听懂字面意思远远不够，还得了解背后的社交场景和关系，才能准确判断哪些是客套，哪些是真心。这才是关键。同样一句话，对朋友说和对同事说，在正式场合说和在日常聊天说，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样。比如你夸一个中国人你做得真好，他可能会说没有，一般般，这不是真的觉得自己做得不好，就是客套的谦虚而已。要是你当真了，说确实一般，还能做得更好，那场面就太尴尬了。所以理解客套话，也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聊完客套话的基本概念，我们重点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邀请问题。很多人都分不清有空一起吃饭啊，这句话到底是客气还是真心？其实这里面有3个核心区别，掌握了这3点，基本就能判断准确，再也不会出错。第一个区别就是有没有具体细节，这是最明显的一点。完全正确。真心的邀请一定会有具体的时间、地点，甚至会问你的喜好。而客气的邀请只有一句空泛的话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。
比如我真心想请王毅吃饭，我会说王毅，这周末周六晚上有空吗？我们去市中心那家新开的川菜馆，听说味道很不错，你喜欢吃辣，应该会喜欢。你看，这里面有具体的时间，周六晚上，具体的地点，市中心，具体的餐厅，新开的川菜馆，还考虑到了我的喜好，这肯定是真邀请。对，如果只是客气一下，就只会说王毅，有空一起吃饭啊。说完就没下文了，不会问你什么时候有空，也不会说去哪家吃什么。而且真心邀请的人会认真等你的回复。如果你说周六没空，他会接着问那周日呢？或者那你下周什么时候有空？会主动协调时间，直到定好为止。客气的邀请就不一样了，你如果反问好啊，什么时候去？对方可能会愣一下，然后含糊地说再说吧。等有空的时候，这明显就是客套，没打算真的约你。第二个区别就是说话的场景和双方的关系。一般来说，对很熟的朋友、家人很少说客套话，邀请基本都是真心的。但对陌生人、同事或者不太熟的人，就很容易说客套话。比如你和同事一起下班，顺路走了一段，分开的时候同事说有空一起吃饭啊，这大概率就是客气话，只是为了让告别更礼貌，不是真的想和你吃饭。还有一种场景，聚会快结束的时候，大家互相说有空常联系，一起吃饭，这也基本是客套话，表达一种友好的态度。很少有人会真的马上约饭。但如果是好朋友主动找你，哪怕没有立刻说时间地点，只说想找你吃饭，那也大概率是真心的，只是还没定好细节。第三个区别是说话人的语气和态度。真心邀请的时候，语气会很认真，眼神也会看着你，注意力都在你身上，显得特别真诚。而客气的邀请，语气会比较随意，可能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看手机，或者一边走路一边说，不会专注于和你沟通，只是随口一提。比如有人一边整理办公桌，一边随口跟你说有空一起吃饭，这肯定就是客气。如果他停下手里的事，认真地看着你说这句话，那大概率是真心想约你。大家把这3点结合起来判断，基本就不会出错了。细节、场景关系、语气态度，三者缺一不可，综合起来就能分清是客气还是真心。光知道区别还不够，我们还要结合实际场景，教大家怎么应对客套邀请，避免闹出让人尴尬的场面。第一个常见场景，初次见面告别时，比如你去参加中文交流活动，认识了一个中国人，聊了10几分钟，感觉还不错。告别时，对方说今天聊得很开心，有空一起吃饭啊。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客套话，对方只是想表达对你的好感，感谢你的陪伴，不是真的想约你吃饭。这时候怎么回应才合适呢？可以笑着说，好啊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以后多交流，然后就可以礼貌道别了。不用追问什么时候吃，也不用真的等着对方约你，不然双方都会尴尬。对，千万不要较真。我之前认识一个外国朋友，别人跟他说这句话，他当场就问，那明天可以吗？结果对方特别尴尬，只能含糊应付，场面特别僵。第二个场景，同事之间日常寒暄，比如你帮同事打印了一份文件，或者帮他带了一杯咖啡，同事说太谢谢你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这种也是典型的客套话，只是为了表达感谢，没有真的要请你吃饭的意思。回应的时候简单说不客气，小事一桩就可以了。不用把这句话放在心上，也不用过几天提醒对方，你之前说要请我吃饭哦。
要是你真的提醒，反而会让同事觉得你很小气，影响彼此的工作关系。第三个场景，朋友聚会中，朋友的朋友跟你说有空一起出来玩啊。这种情况，对方可能只是出于礼貌，不想让你觉得被冷落，不是真的想和你单独约会。回应的时候可以说好呀，下次聚会在一起玩，不用主动去加对方的联系方式，也不用期待对方单独约你。如果对方真的想和你做朋友，后续会主动找你的。第四个场景，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，老板很热情，给你介绍商品，你买完东西要走的时候，老板说有空常来啊，下次给你打折。这也是客套话，老板只是想拉拢顾客，让你多来光顾，不是真的承诺下次一定给你打折。回应的时候说好的，谢谢老板就可以了。其实应对客套邀请，核心就是不较真，不追问，礼貌回应。不用把对方的话放在心上，也不用刻意纠结，顺着对方的话礼貌回应，就能顺利化解。说完了客套邀请，我们再来说说真邀请的场景。真心的邀请值得我们认真回应，不管有空还是没空，都要礼貌对待，不辜负对方的心意。第一个场景，朋友主动约你，并且给出具体细节。比如朋友说下周五晚上，我们去吃你之前说想吃的那家火锅店，6点在餐厅门口等你，怎么样？这种明显就是真邀请。对方记得你喜欢吃的东西，还提前定好了时间和地点，特别真诚。这时候就可以直接回应，有空就说好啊，没问题，6点我准时到，到时候给你发消息。要是没空，就说真不巧，下周五我有事情要处理，周日可以吗？或者我们改天再约，这样对方会知道你是想赴约的，只是时间不合适，会和你协调其他时间。千万不要只说我没空，然后就没下文了，这样会让对方觉得你不想赴约，不重视你们的关系，容易产生误会。第二个场景，家人邀请你回家吃饭，比如爸妈给你打电话说周末回家吃饭吧，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红烧肉，再做几个你喜欢的青菜，这肯定是真邀请，家人不会跟你客套。家人的邀请充满了关心，回应的时候就直接说明情况。有空就说好啊，我周末上午就回去，要不要我带点水果回家？没空就说周末我有点事，下午回去可以吗？到时候我早点出发。家人都会理解你的情况，不会因为你时间不合适就生气，所以不用有顾虑，真诚说明就好。第三个场景，同事专门找你，约你参加部门聚会。比如同事说我们部门下周6组织聚餐，在某某餐厅，大家都去，你也一起来吧，正好认识一下其他同事。这也是真邀请，目的是让你融入团队，和同事们搞好关系。有空就答应好啊，谢谢邀请，我一定去，到时候和大家好好交流。没空就说谢谢邀请，可惜我下周6有安排了，不能和大家一起了。下次有机会我再参加，祝你们玩得开心，礼貌拒绝就可以了。第四个场景，别人为了感谢你，专门约你吃饭。比如你帮朋友解决了一个大问题，朋友说为了谢谢你，这周6晚上我请你吃饭，地方你选，想吃什么都可以。这种也是真邀请，是对方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。回应的时候可以说不用这么客气，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。那我们就去某某餐厅吧，我之前去过一次，味道还不错。这样既表达了你的态度，也不辜负对方的心意，双方都能吃得开心，聊得愉快。真邀请的回应其实很简单，核心就是真诚，有空就答应，没空就说明原因，对方都会理解的。
除了明显的客套邀请和真邀请，还有一些灰色地带场景，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哪怕是学了一段时间中文的朋友，也容易分不清。对，这些场景最让人头疼。比如朋友在微信上跟你说最近有空吗？想找你一起吃饭，没有说具体时间和地点，这到底是真心还是客套？这种情况就要看你们的关系了。如果你们是很熟的朋友，平时经常一起吃饭、一起玩，那大概率是真心的，只是还没定好时间地点，想先问问你有没有空。那如果关系一般，只是偶尔联系一次呢？关系一般的话，可能是客套，也可能是有点想约你，但还不确定。这时候你可以回应还好，不算太忙，怎么了？看看对方的反应。要是对方接着说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一起吃个饭，聊聊，还是没有具体细节，那基本就是客套。要是对方马上说我想这周末约你，我们去吃某某餐厅，听说那家店很火，那就是真邀请了。还有一个场景，在饭局上，主人对客人说多吃点儿，别客气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，然后又补充一句以后有空常来家里吃饭。这句话里多吃点儿是真心的，主人希望你吃好喝好，不用拘束。但以后常来家里吃饭可能就是客套话了，除非主人真的跟你约了下次来的时间，不然不用当真。没错，我之前去一个长辈家做客，长辈也跟我说了这句话，我当时当真了。过了几天问什么时候再去，结果长辈愣了一下，才说好啊，等有空再约。我那时候就知道自己理解错了。还有种情况，别人跟你说下次我来你的城市，一定找你吃饭。这句话大多是客套话，因为下次太不确定了，可能是很久以后，也可能根本不会来。这时候回应好啊，欢迎你来，到时候提前告诉我，我请你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就可以了，不用真的等着对方来找你，也不用特意记着这件事。其实这些灰色地带，只要结合你们的关系、说话的语气，还有后续对方的反应，就能判断出来。不用太纠结，实在分不清，就礼貌回应，观察对方的态度就好，慢慢就有经验了。对，不要因为怕出错就不敢回应，多经历几次，自然就能掌握其中的技巧，慢慢就能轻松应对了。最后，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关于中文客套话的小技巧，还有一些注意事项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和中国人交流，少走弯路。第一个技巧，多观察，多总结。平时和中国人交流的时候，多留意他们说的话，还有对应的场景、关系和反应，慢慢就会找到规律，知道哪些是客套话，哪些是真心的话。就像学语言一样，多实践、多观察，比死记硬背规则更有用。比如你看到别人说有空一起吃饭后，没有下文，就知道这是客套话，下次遇到类似情况就不会当真了。第二个技巧，不确定的时候，别着急答应，也别直接拒绝，可以用模糊的方式回应，比如好啊，有空再说，好呀，等你定好时间告诉我，这样既不会尴尬，也能给自己留有余地。这种回应方式很安全，不管对方是客套还是真心，都不会让场面僵住。如果对方是真心邀请，会主动跟你定细节；如果是客套，也能顺势结束这个话题。第三个技巧，和中国人交流，不要太直接。中国人不喜欢直接拒绝别人，也不喜欢太直白地表达自己的需求，说话的时候委婉一点，更容易被接受。比如你不想参加某个活动，不要直接说我不去，可以说真不巧，那天我有事情去不了了，祝你们玩得开心，这样更礼貌。
也不会伤害对方的感情。还有一些注意事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首先，不要把客套话当真，不然容易产生误会，让自己尴尬，也让对方为难。其次，不要随便对中文学习者说客套话，尤其是对不太了解中文文化的外国人，容易让他们混淆，以为你是真心的，最后没兑现，会让他们觉得你不守信。比如你对一个外国朋友说有空一起吃饭，他可能会一直等着你来约，结果你忘了，他就会觉得你不重视他。所以对外国人尽量少用客套邀请，要么真心邀请，要么直接表达态度。另外，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客套话的使用也有一点区别，比如北方人比较热情，客套话可能更多一点，语气也更直接。南方人相对含蓄，客套话可能更委婉一点。但核心区别还是我们之前说的，有没有具体细节、场景和关系如何。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，真心的邀请都会有具体内容，不会只是空泛的一句话。还有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越来越直接了，客套话用的比以前少了，尤其是在朋友之间，更喜欢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用绕弯子。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，只要掌握了核心方法，就能轻松应对中文里的客套话，和中国人交流也会更顺畅、更愉快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国人客套话的内容，重点拆解了怎么分清客气邀请和真邀请，相信大家都有了清晰的认识。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核心要点，大家一定要记好。第一，看有没有具体细节，有时间、地点、内容的，大概率是真邀请；没有细节，只是空泛的一句话，基本是客套。第二，看场景和关系，熟人和家人的邀请基本是真心的，陌生人或不太熟的人，客套话更多，邀请也多是客气。第三，看语气和后续反应，真诚的邀请语气认真，会主动协调时间；客套的邀请语气随意，不会有后续动作。把这3点结合起来，就不会出错了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到大家，以后再遇到中国人的邀请，就不会再困惑、再尴尬了，也能更自信地和中国人交流。其实中文交流没有那么难，只要多了解、多实践，慢慢就能掌握其中的技巧，读懂中文里的言外之意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一定要记得点赞、收藏这个视频。这样以后想复习的时候，就能快速找到，反复收听，加深记忆，把这些技巧牢牢掌握。同时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持续更新慢速中文内容，选题都是大家日常交流中会遇到的话题，用简单的词汇、缓慢的语速，帮大家轻松学好中文，了解中国文化。大家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有没有遇到过关于客套话的尴尬事情？或者还有什么想了解的中文话题、社交技巧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收集大家的问题和建议，说不定下一期的内容就是为你准备的，专门解答你的困惑。好了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